大人不好了，万春楼死人了！在哪里？谁死了？就在万春楼，7条人命，尸体都凉了，其中还有王举人的儿子王世章。7条人命，王世章。是谁害了我儿子？是谁？现在案子还在查，贵公子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？我昨天就不应该骂他，否则他也不会去风月场所。昨日遇害的还有以赵三刀为首的恶霸6人，林公子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怎么会一起在万春楼喝酒？大人，是中间卖奶茶的摊贩害了我儿子，一定是他，除了他没有别人。你说的是宋姑娘？就是他。昨天市长被他爹打了之后，就跑过来问我，说要让那个女人好看，结果一转眼我儿子就出事了。这个案子怎么还会牵扯上宋今朝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没当回事，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，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普通农女而已，谁能想到儿子会出事？听越觉得不对劲。大人，在城门站岗的兵部说，昨日赵三刀等人入城时浑身是伤，像是跟人打斗过。他们什么时候出城的？有时3刻左右。宋今朝每日有收摊，如果王世峰买凶赵三刀等人在城外教训他，时间刚好能对上。你带人去请宋今朝来堂前问话。怎么感觉县令对那女人的态度普通摊贩，还用上了请字？赵捕头，这么早你怎么来了？宋姑娘，城中发生了大案，大人让我来请您去县衙问话。发生大案，为何要找我过去问话？出事的是王世堂和赵三刀，还有他几个兄弟。王家指控你是幕后凶手。难道是昨天傍晚那几个人？可他们走的时候不还活得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出事了？原来是王家。昨日我是和几个人在城外动了手，但我只是把他们打了一顿，走的时候人还清醒呢。对，昨天他们走的时候好好的，人绝对不是我家金村害的。只是让姑娘过去问话，并不是定罪，只要问清楚案子跟您没关系，有大人在，王家诬陷不了您。既然如此，阿婆我过去一趟，今天上午不摆摊儿，等我回来再说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能作证他们走的时候还活着。阿姐，我想和你一起去。你好好在家里待着，我跟阿婆很快就会回来。你害了我儿子，我要你付出代价！你儿子不是我害的，是他自己找死。安静！府衙重地，岂容你们在这里放肆？宋姑娘，昨日你是否与赵三刀等人在城外起了冲突？是，可我没害他们。回大人，此事还要从民女买铺子说起。前日民女在衙人的推荐下看中了王举人，原是约好昨日上午后县衙签红定妾，却被临时告知那间铺子乃是王举和琛体供应。宋金明说的话可是真的？回大人，我没有威胁他。胡说！你说启明在郑家私塾念书，考不中秀才，过几年还得去你家私塾念书，不买铺子就不让念，买了铺子明年就可以去。我孙女嫌弃你言而无信，品德败坏，直接就给拒绝了，你就威胁说要找人动手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找人打他了？你要是没指使，你儿子怎么会找地痞流教训我们？要不是我孙女有点功夫在身上，昨天还不知道会被他们欺负成什么样子。找6个5大3粗的男人对付一个小亏娘，还是个举人老爷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我没有指使我儿子对他动手，这件事我不知情。呸！鬼才信，父子2个蛇鼠一窝，活该遭此横祸，还出事在那种风月地方，丢死人了。肃静！大人，民女昨日只将那伙歹人教训了一顿，并没有害他们，况且从来没见过王举美的儿子，又怎么会看出知道他在万春楼？我能证明他们走的时候，我孙子都看见了，不仅就在郑家私塾读书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可以把他们叫过来问。你们是一家人，肯定会包庇他，哪里还会说实话？大人，守城门的兵卒是见过赵三刀他们入城的，如果之后宋姑娘没有入城，他就不可能半夜在万春楼行凶。去把昨日守城的兵卒叫过来。昨天这位姑娘驾车出城后，赵三刀等人紧随其后，现在想来好像是有意跟踪。宋今朝出城有没有再入城，并未见到，会不会是你们看漏了？那个时间很少有年轻女子出入，若是看见一定印象深刻。会不会是从运河潜进来的？不会，1个月前本官已命人在水门下方安装了铁网，岸上还有看守的衙役，只要有人从水下偷偷潜入，就一定会被发现。王举人如此清楚运河的情况，莫非是亲身试过？除了他，还有谁会害我儿子？我们只和你结了仇。只凭动机就判定人是我害的，如果是这样，王举人也有嫌疑。满口胡言，
我怎么会害自己的儿子？昨天赵三刀被我打得跪地求饶，他说王家卖铺子是因王上在赌房输了一大笔钱，所以才想坑我。有这么一个整日混迹风月赌房，将家产一步步败光的儿子，王举人应该很生气吧？怒指使王氏的结婚从来没有出声，楚皇夫人又害怕事情暴露，没有王谢到你好不平无菌就说除掉，以绝后患。不平无菌，你竟谋灭我家，害亲子！我只是按照正常的说过类似区，王举就怎么就生了你这样一个没用的东西？这种话。拜见知府大人。可是在判案。皇上下旨嘉奖献上水车良策的宋氏女，命本官亲自前往宋家内宅宣旨，你随本官一同前去。大人，宋今朝如今就在县衙，正在接受审问。民女宋今朝拜见知府大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本月初3，王世章遇害，王家一口咬定是宋金云所为。皇上下旨恩赏宋今朝，水车还是他想出来的，这怎么可能？既然有人能证明宋今朝昨天晚上没有入城，说明另有他人所为。皇上下旨恩赏，若是受赏之人卷入重大案件，岂不是在打皇上的脸？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。王家人口口声声说宋今朝有嫌疑，下官只好将人传来询问，正打算退堂，大人便来了。那就赶紧让他回家，切不可耽误接旨。知府大人，宋今朝是最有动机加害我儿的人，怎么能就这样将他放走？宋今朝曾2次协助官府抓捕朔北贼子，立下大功，发明水利政也务正统，凭空万民，干旱之人。光凭这一点，本官就能杖责你30大板。犬子遇害，草民一时失言，还请大人恕罪。皇帝下旨恩赐，还是知府大人亲自前来宣旨，这是多大的荣耀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宋氏之女宋今朝建造水车有功，特赐锦缎20匹，黄金100两，另赐匠心独用匾额，以彰其功。钦此。民女叩谢皇恩。听闻宋姑娘的弟弟如今正在私塾藏书，是哪一个？学长遇到什么时候下场？回大人，学生打算明年下场参加2月的县试。甚好，希望下次见到你是在府试的考场上。学生才疏学浅，蒙大人垂青，必当竭尽全力，不负大人所望。宋姑娘把令弟教得很好。明日卯时，你带今朝去祠堂，村里打算开内祠祭祖。让今朝进内祠？如此大事，若是不让先祖共享，岂不忘本负恩？村里的长辈都已经同意了，你明日只管带今朝过去便是。内祠我都还没进去过，今朝倒是先进去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村里会为了今朝破例开内祠。想当初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，还是你阿爷过世之后。真到了自己能进入内祠那天，就代表宋老爹已经100年了。若是皇上的圣旨能提前2日送到，王举人根本不敢反悔。加害王世章7人的幕后之人找到了吗？像赵三刀那种人，仇家一大堆，与他结怨的人10根手指头都数不过来。估计是那天晚上王世章和他们待在一起，就正好一起遭了毒手。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世章遇害的太凄惨了。责怪他为什么要买凶对付宋今朝，现在所有人都说是老夫指使的。今天早上有好几个学生没来上学，说是病了要请长假。再这么下去，自己就要再在西宁城待不下去了。派个脸生的小厮悄悄跟着老爷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立刻告诉我。王世章虽然遇害了，但他欠钱庄的钱还在。昨日钱庄的人带着借条找上王家，让王揪住给他儿子还钱，所以铺子又降了10两银子。王家的铺子我嫌不太吉利，还有别的吗？此次可以不要中街的，附近2条街都行，比那天看的再多一间房，院子也最好能大一点。前后2条条街选择的就多了，这3个都符合。虽然只和中街隔了1个路口，但只要100两银子。主家年后为了陪儿子读书，搬去了府城，和衙行签了代办书，可以直接去县衙签红契。30万大军压境，边关危矣。阿姐，是要打仗了吗？放心，有阿姐在，打不过我们就跑。以一敌万我没本事，只能搬家。朝廷加收1成粮税。你挣的钱快赶上10亩地收成了，今年收成只有8成，没多少能卖。京离军死伤过半，没想到这么快又来了。朔北大军不日抵达边境。有刘云哥哥的消息吗？庆国公骁勇善战，定能大胜归来。连攻7次，均未果。必须要在寒冬来临前攻下汉岳城，让营门关带5万大军前来支援。是。贺明南莫非也在调军？
国公爷，是否该请求支援？一城未失，皇上不会派兵，等来的恐是求和使臣。县衙征调民夫，押运粮草去寒崖城，后日一早去县衙集合。宋大郎，宋二郎，我已失去一个儿子，不想再失去2个。你大伯二伯都要去，这何时打完？启明再过3年徭役就达标，考不上秀才，迟早轮到。这次运粮役比修运河多了1倍。边关交的粮税已经吃完了，收上来的粮和去年差不多，以免城内无粮可用。寒崖城能不能撑住？该下不下，老天爷折磨人。省点力气，别说话，用力推。贺明南调了5万大军，5万大军一到，他定会攻城。夜袭铁甲城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今夜3更，夜袭铁甲城。张姐，张姐，我想住先生家，再努力一把。铺子里烧炭不碍事，要不了几年，贺明南定会卷土重来。宋启明的姐姐今年16了吧？我觉得不合适，她不会远嫁。她家里还有祖父母，总不会拖着不让嫁。她应该暂时没有嫁人的打算。好好考，照常发挥就行。阿姐放心，我一定会通过的。哥哥，你考得怎么样？考得如何？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是考上了吗？我考上了，阿爹，我考上了！走，买纸钱去，让爹娘马上知道。考上了，还是第2名。才读1年就考上了，难道孙三郎家的祖坟真的冒烟了？安好，喊爹娘。这个不能吃，喊阿爹阿娘。阿爹娘，阿爹阿娘，我考上童生了，府试我会加油。启明考上童生，要不要摆宴庆贺？4月就要府试，先不摆了。等院试结束，考中秀才再摆。考中秀才才是我此次下场的目标。启明都考上了，你2年后也得努力。唉，书一背就忘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考上。还有2年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交完数需开销怎么办？去安阳府带上高丽，我们可以给路费。行，但我们3月10日就要出发。马车7天就到，提前这么早干嘛？待安好去路上慢，得提前适应。提前10天，多花好几两银子。此亏路远，有今朝在，我放心。若是遇到山贼，丢了性命才是大。早点过去适应水土也好。阿爷，我想把家里的田地租出去。有我看着，绝不会没了收成。阿爷，我们种不了20亩，租出去免得请人。农忙人根费太贵，3房也不常回来。既然决定好，租金收粮还是银？收粮食，水田5成，换地3成，粮费各出1半。
家里牲畜麻烦阿婆照顾一下。放心，保管不会让他们少1斤肉。爹，今朝的田能租5亩水田给我吗？你种得过来吗？有水机，梨花生丸也能帮忙，得多种点麦。租金该付还是要付，不能少。大哥租了5亩，我们也租5亩。太累了，可药祖读书要钱。若因管理不善减产，按产量上交对应田租。麻烦大壮叔驾车，只给高丽车费就行。路上慢点儿，注意安全。大壮，路上帮我看着几个孩子。老叔放心，保管安安稳稳回来。不用走路也这么累，脑子像装了浆糊。大壮叔，停下，让孩子们歇脚吃饭。能下车了。想睡就躺下来睡，哥哥把帘子拉起来。今朝醒了吗？我刚刚在楼下听到从辽都过来的客商说，半月岩出现了一伙山贼，劫杀了不少过路的商人。大壮叔，那我们就等官府把山贼抓住后再出发。就刚才城门口逃回来一个书生，听说是去府城赶考的，胸口被杀了一刀，就剩半口气了。这可怎么办？要是抓不住，以后可没人敢去半月崖了。只有2具尸体，事情应该没解决。大壮叔，我出去打听打听，你在客栈看着他们。干什么呢？衙门办事不要瞎打听，赶紧走人！山贼凶狠，若是没除干净，恐怕不敢上路，还请官爷指点一二。那伙山贼人数众多，个个手持利刃，下手凶残，领头的武功高强，我们好多兄弟都被他所伤。县太爷准备张榜找能人去对付那个领头的，你们要是想活命，就再等2天。那伙山贼大概有多少人？光逃走的就有30个，山寨里说不定还有人。30多个山贼，县衙都杀不了，这要等到猴年马月。阿姐，不能绕路吗？绕路没1个月赶不到安阳府，阿姐肯定不会让你参加不了考试的。100两。这皓月城的县令挺舍得花钱，接了榜是要单枪匹马的去杀山贼头领，还是和县衙的人一起去？当然是和县衙的人一起去。接榜的义士只需要对付山贼头领。我知道不是随便能接的，接了就要去半月岩杀山贼首领。你干什么？榜文不是随便能接的。敢问姑娘叫什么名字？可有过帮官府抓捕盗贼山匪的经历？民女宋今朝在西宁城曾协助县衙抓捕过朔北国的探子。哈哈哈，原来是宋姑娘，久仰久仰。有宋姑娘在，那半月崖山贼首领我就放心了。不知大人打算何时动手？那就后日一早出发。后日要跟县衙的人一起去半月崖剿匪。阿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瞎喊什么？才练了半年就敢和杀人不眨眼的山贼对上，等你们什么时候能在我手底下过10招再说。唉，宋姑娘就没有厉害点的兵器？有她足矣。宋姑娘挑一把趁手的，这些都是战场上收缴的兵器。朔北国制作兵器的工匠技术没我们精良，官府制作的东西也就比外面买的好一点点。诶，里面装的什么东西？好强！大人，我选这个。你确定？他都快要有2个你那么高了。我确定。刚才大人让我选兵器，是想送给民女吗？这杆枪不像是俗物，有点舍不得了。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周围太安静了，心里有些发慌。眼神放平，不必拘谨。周遭并无异常，稳住神态即可。这女子容貌出众，比之前见过的都好。待会儿动手谨慎些，切勿伤了这女子，留活口带回山寨。留下买路财！姑娘容貌出众，不如随我回山寨，保你安稳度日。只怕你无福消受，还要白白断送性命。凌云！不好，中计了！来抓我！
老实交代，山寨之中还有多少人手？官府行事如此卑劣，竟用女子设局诱骗我等！费尽心机设局，尚且不敌一介女子，你有何资格叫嚣？别杀我！我说寨里只剩20几人了。聒噪！大人，山寨坐落于另一侧山头，半个时辰路程。贼首段山狼此刻正在寨中，押一名山贼带路，其余挑断手脚筋押回。前方榕树上设有瞭望哨，一旦发现乡人，便会敲钟示警，务必一击必杀，不留动静。宋姑娘好剑法，日后再去山下搜寻新人，补齐人手。老大，不好了，衙役攻上山了！区衙役也敢闯我山寨，今日定要尽数斩杀！不知死活！官府何时有了这般厉害的女差事？区女流也敢与我为敌？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！我的钱！血海深仇，今日便可亲手了结。我要杀了你！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他们在山寨里发现了大量被山贼抢来的货物和财物。西面柴房里关着3个遭到凌辱的女人。大人，班头和宋姑娘他们回来了，已经到城门口了。回来多少人？抓了多少山贼？瞧着有不少人，肯定是大获全胜。没得到确定的答案，皓月山县令大步迈开朝外走去。启明，你姐回来了！夕阳的余晖洒在宋今朝焦黄色的缎裙上，挺直的脊梁透着一副硝烟中江湖女侠大战得胜归来的潇洒狂妄。张姐，你阿姐好帅，要是我姐姐该有多好。杀就杀了，怎么还虐杀？去拿100两银子过来。这是答应宋姑娘的赏金。这次剿灭半月崖山贼，宋姑娘功劳最大，这枪就送给姑娘了，就当是你杀了另外10几个山贼的奖赏。多谢大人。皓月琛县令以最快的速度把案子判了下来，所有被活捉的山贼于明日午时在东市斩首示众。又歇了一天，看完砍头后，隔天一早，宋今朝便带人出发赶往辽都。怎么感觉后面那辆马车一直跟着自己？听闻宋姑娘乃是剿灭山贼的女英雄，苏某心生敬佩。今天这顿饭在下请了。苏公子跟了我们一路，有何目的？苏某要去安阳府，和宋姑娘的目的地一样。为省之言从何得来？不过是顺路罢了。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要去安阳府？自己放慢速度，他就跟着放慢速度；加快速度，他也跟着加快速度，这还不叫尾随？不瞒宋姑娘，苏某是安阳书院的学子，所以才和姑娘同行。所以你鬼鬼祟祟跟在后面，是想让我给你当免费的镖师？自然不是，苏某始终找到合适时机向公开口，无奈才一直跟着。若是姑娘愿意同行，苏某愿意付镖银。你能给我多少银子？不瞒宋姑娘，在下大部分盘缠都用在了租马车上，囊中有些羞涩，只能给1两银子。听说古代有穷秀才，没想到眼前这位就是。宋今朝的迟迟不语，让苏洛白以为他会拒绝。苏公子什么时候进安阳书院的？苏某进书院已有2年。能在安阳书院读书，想必苏公子的才学一定很好。姑娘过奖，在下的才学在书院勉强够得上中等并偏上，比起才高8不斗的同窗学长还差得远。接下来，宋今朝从苏洛白的先生同猫问到上课情况，到最后至连衣食住行都没有放过。若苏姑娘觉得1两银子太少，等到了安阳府，苏公子不设地都是书人，来日说不定还是同窗，我怎好收太多？1两银子足矣。那个苏公子2年前考上的秀才，在书院才学能到中等偏上，想必还不错。一路同行，等会儿阿姐找个机会把你换到她的马车上，该问的问，该请教的请教，把少收的镖银赚回来。等你考中秀才，8成也要进安阳书院读书，趁这个机会先搭上关系，等到进去的时候有人带着，不至于一头雾水。阿姐，我知道了。苏公子，
宋姑娘有何事？午睡醒来后，幼弟有些闹腾，两个孩子看不下去书，能否让他们坐到苏公子的马车上？府事在即，片刻都耽误不得。宋姑娘让他们过来吧。多谢苏公子。也实在不易。阿姐要不要进来休息？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天色还是迅速变寒，大片的乌云从远处飘过来。前面有一家客栈，要不今天晚上就在那里过夜。一天吃多少才能长这么胖？立刻从里面跑出来一个膘肥无壮的男人，腰围比百年老树的树坑还要粗。启明读了不到2年书就能考上童生，下午苏某考教了他的才学，学习速度连我都自愧不如。启明比别人起步晚，难免要多用功些。路上还请苏少爷多指教一下他。几位客官是打尖儿还是住店？住店，要2间相邻的房间。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天色还是迅速变寒，大片的乌云从远处飘过来。前面有一家客栈，要不今天晚上就在那里过夜。一天吃多少才能长这么胖？立刻从里面跑出来一个膘肥体壮的男人，腰围比百年老树的树坑还要粗。启明读了不到2年书就能考上童生，下午苏某考教了他的才学，学习速度连我都自愧不如。启明比别人起步晚，难免要多用功些。路上还请苏少爷多指教一下他。几位客官是打尖儿还是住店？住店，要2间相邻的房间。要一间，也要一间。瞧那姑娘像是练家子的，晚上做菜的时候别用这个肉，用猪肉。放心，等晚上他们睡熟再动手。再厉害中了迷烟，他也醒不过来。此刻正是吃饭的时间，楼下却一个人影都没有，桌子空荡荡的。几位客官要吃点什么？老板娘，客栈里就只有我们这些客人吗？昨日过夜的客人今早便走了，现在客栈就只有你们几位客人。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，去隔壁房间睡，有事吼一嗓子，阿姐在隔壁能听见。明天早上辰时出发，别起晚了。客栈可能有点不对劲，晚上清醒一点。宋姑娘，好好的生意不做，非要开歹店，这套害人的法子，你们对多少人用过？你们是第一个，要不是生意不好，我们也没打算偷你们的钱财。你觉得我会相信？大壮叔，找2根绳子把他们捆起来。是大壮叔的声音。储存缸里堆放着不少不明肉块，店家怕是用不明肉料做菜。初步判断，缸内藏有遇害之人遗留的遗骸。马上收拾东西，我们去最近的驿站，把店家绑起来留在此处，等到了驿站报关，让义工前来查办。各位官爷，在下乃是安阳书院的学子，昨日半夜露宿在一家客栈，谁知道他们竟是谋财歹店，2个嫌疑人是苏公子、宋姑娘，是他最先发现客栈老板有问题，还手段用迷烟迷晕我们。我在皓月城协助2名山贼后，县令大人写给我的嘉奖帖文。既然如此，麻烦宋姑娘带路，其他人可以留在驿站休息。那2个嫌犯已经认罪，前后残害13名过路旅人，都是先用迷烟将受害者迷晕，再行凶害人。除去便留存的部位，余下躯体大多不能混在菜品里卖给过往食客。后面3座我们连夜城之间的距离隔得比较近，早上出发，晚上就能到。前面就是安阳府，我们马上就要入城了。宋姑娘，在下马上就要回书院了，以后若有事情，苏某能帮得上忙的，尽管来安阳书院找我。路上多谢苏公子指点2个孩子，若考中，必定协理上门拜访。几天时间算不上指点多少，启明本来就有考取秀才的实力，不过是路上谈论诗词歌赋，相互解闷罢了。宋姑娘不必如此客气。阿姐，这奶茶和你做的一模一样，价格却足足翻了1倍。府城物价比西宁城贵，他们自然要卖的贵些。这家田雪轩8成就是李家开的。宋姑娘，没想到宋姑娘这么快就来府城了。告诉掌柜，今天宋姑娘这桌分文不收，再多上几样卖的最好的点心。不知宋姑娘这次来安阳府所为何事？那要恭喜宋姑娘了。我记得令弟好像才12岁。过来考试的，舍弟过几日要参加府试。派人盯着府试成绩，看宋今朝的弟弟能不能过府试。觉得如今的场景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到了此时，就算再有自信，宋启明还是感觉到了紧张。哥哥，好好考，阿姐相信你一定没问题。西宁城考生到这边排队。我一定能考过。宋启明，还真是那个孩子，他倒是如约来到了府试的考场上。怎么偏偏是这个位置？现在还没人上厕所，他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腥臊味儿。每次有人被书吏带着去旁边的茅房上厕所，我都要屏住呼吸，缓住心神。他感觉自己从里到外全都抽了，就连刚吸进肚子里的气都是臭的。唉，阿姐，我好倒霉，被分到了臭号。走，赶紧回去洗漱，我找点东西给你压压。宋今朝分别用丁香、薄荷制作糕点，还
还准备了一小袋生姜片。第二天，宋启明进去的时候，带着一竹筒浓浓的红糖姜水。最后一场要在浩舍过夜。只觉得一切都风轻云淡，过去了。你真不出去？这是阿姐特意找苏公子给我拿的10丈文章，全是安阳书院里的学生写的。好不容易来府城一趟，测历那天我觉得我发挥的特别差，这几天越听我越觉得过不了。我看你是杞人忧天，想再多有什么用？最后还是得等成绩出来。放榜当天，贡院门口被考生和生家人围得水泄不通。阿姐，我过了，第36名。我过了！启明，你多少名？36名，最后一名。金昭姐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什么时候回村里？明天出发还是后天？院试就在7月，还有将近3个月时间，所以我决定等考完院试再回去。小房2个人住，除了一张床就剩一个小茅房，就这样的条件，3个月至少得花出去18两银子。周围有不少专门租给考生的短租房，我准备明天去看看。我有个同窗好友，如今就在安阳府，他答应教你们3个月，若是愿意，我明日就带你们上门求学。郑先生，您这位同窗好友的才学如何？他是进士出身，曾在朝为官，若不是因为腿疾，也不会退得这般早。承蒙先生苦心栽培，学生愿意，我也想去，谢谢先生。明天上门肯定不能空着手，现在手上就剩3两银子，接下来3个月怎么过？今朝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？回村后我立刻还。要借多少？你先借我5两银子，等把房子租好了，我去外面找点活干，应该能撑3个月。不用着急还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我信大壮叔。爹，私塾整个4月都不上课，等他们回来至少也要到4月底，不会这么早的。也不知道启明考得怎么样，提前来个信儿也是好的。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看启明挺有信心，就连郑秀才对他都是满口夸赞，府试肯定没问题。稍有不慎就会从窗户一头栽进池子里。院试前每日晨时，到老夫这里坐坐，5时便可回家。读书守在，明理正心。这位叶先生说话的声音一点精神气都没有，透着一股死气。当初自己考取秀才时也是这般年少，可惜光阴如梭，早已将来时路全部淹没。读书守在，明理正心。今日便到这里，明日按时过来，带上你们的家人回去吧。多谢叶先生，学生明日再来。这是不打算见我们？估计是因为双腿有疾，所以才不想示人。你感觉那个叶先生怎么样？他看起来要比郑先生年长许多，头发全白了，一点黑色都瞧不见。我觉得不像是老的，倒像是书上说的一夜白头，整个人恹恹的，好像心里压着很多事，连笑都笑不起来。你一直躲在家里闷闷不乐，心病怎么能好？明明比我小几岁，现在瞧着都能当我爹了。我现在就是个废人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腿废不代表心废，事已至此，你若是不活得长久一点，又怎么能看到来日行凶者报应不爽？或许他们将来有一日也会走进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到时候朝堂之上会不会有人想起我，就像个无足轻重的人一般，浮云飘散。别怕和他讲话，他这人性格温和，就是脾气有点轴，但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脾气发在别人身上。先生，叶先生的头发是稠白的吗？我上次见他是在2年前，中间也就通过1次书信，当时他的头发还是黑的。大壮，宋高丽。阿姐，还有多久枇杷才会熟？估计要到6月底，租期结束前肯定能吃上。前几天就听同窗说书院附近开了一家卖凉皮的小摊，没想到是宋姑娘开的。启明过一会儿就会回来，他很喜欢你送给他的时尚文章，在我面前经常夸你。改天我再拿些过来。是隔壁的叶府，那个人是不是叫叶良义？我不认识，但我知道他。叶良家这是永元3年恩科2甲进士第7名，御史台从3品御史中丞，当今圣上的亲信。没想到他竟然会屈尊降贵，指点几个要参加院试的学生。就算要指点，也该是举人起步才是。据我所知，叶先生好像已经辞官了。听说是今年春猎被刺客所伤，双腿变残废，无奈只能辞官归乡。叶先生的妻子儿女还都留在京城。叶大人一生从未娶妻生子，爹娘去世后就剩他一个人了。那刺客抓到了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书院里没人说过。陆白哥，最近学得怎么样？名师教导有何感悟？遇事上见君王之师，下察百官之过，平时肯定没少得罪人。
怕不是就是冲着他去的。到时候在街上买个铺面，对田雪轩的生意肯定会有影响。爹，你最近一直在打听宋金钊和他弟弟的事情。我以为至少得等3、4年或者更久，毕竟像他那样的出身，大部分人永远都走不出西宁城。院士连考3天，衣食住行全在豪舍，熬人啊！还好不是侧射跑，不然3天定然发挥失常。丽儿，爹背你回家。只乃下院士功名远远不够，你要以2年后的乡试为目标。这些书烧拿回去熟读钻研。优评列初筛完毕，见卷交学政定榜。爹娘，孩儿中了，孩儿没有辜负你们。也罢，大不了2年之后再来应试。阿姐，我考上了，拿下按手第1名。这般年纪便考取秀才，还力压学子夺得按手，天资出众。哥哥，方才听闻榜首名叫宋启明，可是你？我就知道我哥哥最厉害！不要老哥，我考中了！瞧见你的名字排在榜首，我当场大吃一惊。你们各自位列第几？第30名。没错，我再次踩着录取线上榜。恭喜宋公子高中按手。有劳诸位辛苦，不妨进屋小坐饮茶。公务繁忙，需即刻返程复命。是。你们3人全都榜上有名，我总算不负郑老友生前托付。全凭先生悉心教导，方能登科。先生恩德没齿难忘。明日簪花宴多看少言，不论攀附交好或刻意寻衅，都要沉住气，科举慢慢，秀才只是起步。学生谨记先生叮嘱。叶先生，腿上切忌负重走动，闲暇可坐轮椅出门散心调养。簪花宴后，我同启明准备回乡小住。何时能够开始肢体复健锻炼？调养不可急于求成，骨伤矫正方才半月，依照恢复进度，至少还要2个半月方能循序渐进练力。定是他仕途极大助力。簪花宴在翠竹轩，3位秀才老爷这边请。这宋启明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，以前听都没听过。听说是农户出身，西宁城山村窝里爬出来。听闻宋案们家境不富，凑齐这身蜀锦缎袍，想必费了不少功夫，不知折价几何？御赐之物岂是金钱可以衡量？便是万银也是不够的。宋按手这身衣裳是御赐的。袁大人，宋启明是宋金钊的弟弟，就是那位制作水车被皇上下旨恩赏的宋氏女。怪不得年纪轻轻便能考中按手，原来是有其姐必有其弟。多谢学政大人赞誉，比起家姐，学生自愧不如。你姐姐是宋金钊，那个制造水车、剿灭朔汤国暗探的宋金钊，在下赵进民，祖上4代都是工匠。令姐发明的水利统车实在精巧，不知令姐可在府城？明日我便要和阿姐一同归家，不方便招待赵公子，还请见谅。安阳书院8月下旬开学，不知宋兄几时归来？还未确定具体时间，离家良久，此次回家想必会多待些时日了。没事，等进了书院，我们就是同帮，来日方长。哼，祖上钦佩也就罢了，他要是敢有其他非分之想，绝对不行。此人配不上阿姐。不过是给农田灌灌的水车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稀罕物眼。一个女人整天打打杀杀，抛头露面，农户出身没规矩。若放在我们严家，早绞了头发当姑子去。少爷用不着为这点小事生气，丁府子已经答应收您为徒，以后宋启明绝对不会是您的对手。平民终究是平民，
入不了达官显贵的圈子。没听说今天村里哪家要办喜事，这迎亲队伍从哪里来的？不像是要办喜事，没看见花轿，哪家嫁女儿娶媳妇儿能请官府衙役开道？赶紧去田里把宋老爹一家叫回来，就说他们家启明考上秀才了。捷报：西宁县现宋启明高中院士按手。恭喜宋老爹，贺喜宋老爹！天气炎热，请几位官爷喝几杯茶水钱。西宁城好些年没出过按手，如此喜事跑一趟，我们求之难得。知道考上的可能性很低，现在知道没考上，还是会觉得很失望。捷报：贵府老爷宋高丽取中院士第50名秀才。官爷，既然我孙子高中，为何前几日不一起过来报喜？按手用400交集，普通秀才走常规民信。最后一名，这可比按手还幸运。回来了，我看到阿昭姐家的马车了。乖孙子，好孙子，你可太争气了，这可是秀才。阿爷，好，真实在。劳阿爷牵挂，这次也算不虚此行。启明哥，院士难不难？好不好考？不好考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考的不仅是才学，还有心态和毅力。甚至有人考到一半中暑昏过去，别提多惨了。启明哥，你考中了秀才，是不是不会继续在先生家的私塾里读书了？要再找更厉害的先生。更厉害的先生？可是金钊姐和王举人有仇，还能去吗？明天祭祖，后日去郑秀才家拜访，大后日办开贺宴。启明都已经考中秀才了，金钊丫头是不是就能嫁人了？就算嫁人，也挑不上村里歪瓜裂枣，肯定往城里条件好的人家选。明日学生在家举办开贺宴，还请先生一定要来。我一定会到。村里请人吃酒都是口头喊一声，我们没准备请柬，要不回去赶紧写，反正我们家在后天。没事儿，同窗都知道我考的最后1名，有没有请柬没有关系。启明名下能有80亩田地免税，我们想把名下的田地划到他名下代持，3家早就分了户籍，让启明代持，若是被查出来，对仕途会有影响。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分家，3房只有14亩地，剩下60多亩不就浪费了吗？是打算重新开张吗？不是，阿姐说要出租。出租？不开了？哥哥要去府城读书，阿姐说要搬家，铺子空着没用，不如租出去赚租金。铺子租出去了吗？没这么快，已委托衙行处理，之后只管收租金。诗雪说你们要搬到府城去，以后过年还回来吗？书院放假有空就回来。回来就好，就怕离开之后再也见不到。你们在安阳府没房子，是租还是买？钱够不够？要不要让你阿婆跟着去？房子临时租，之后从长计议。我长大了，不用阿婆去。书院8月下旬开学，我计划8月10号再走。启明考上秀才，租出去的田地粮税免了，租户的1半粮税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名下的4亩田已转到启明名下，粮税全免。原是2家粮税各1半，现在干脆就免了。租户把租子卖掉换钱交给衙行，他们会定期把铺子租金送到府城。这样也行，到时候阿爷帮你盯着。你给我听好了，2年后一定要考上童生，再考上秀才，给阿娘争一口气。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提读书，现在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举步维艰。又不是人人都是启明哥，宋耀祖要是能考上，我俩名字倒着写。公公，要不还是我去，大壮照顾高丽，我总不放心。男人没有女人细心。府城开销大，大壮能找到活干，你不行。要想给高丽提供好条件，必须有人挣钱。阿爷、阿弟、阿娘，你们都不用去陪我，我长大了，我想住萧院的斋舍，住斋舍省时间多看书，还能和同帮交流，注意力更集中。若真像你说的这么好，今朝又怎么会拖家带口去府城？启明比我小，他姐肯定不放心。今朝姐有本事能做生意，可若是阿爹阿娘跟我去，租的屋子小，每日来回不如住斋舍方便。我一点都不嫌弃家里穷，只是觉得没必要，那么多同源住斋舍，我一样也可以。这次多挖点药材带到府城，我打算开个药铺，顺便给人看诊。我非得在这个全是男女中的世界里闯出一条路，光学不动手，纸上谈兵终究不如沙场见血。靠近阿姐多一点，才会有心脏落地的安全感，仿佛一切都有了依靠。记得经常写信回来，回家之前报个消息。今朝丫头，高丽习惯报喜不报忧，她若遇麻烦，拜托你一定写信告诉我。阿爷，我整天待在书院，有什么事？我一定每月寄信报平安。没有用，废物，敢抢老子的东西！阿姐，
阿姐今天要教你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路边的男人不能捡，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哦，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。手握2000两，铺子租金加田租，1年固定收入55两，启明名下还有66亩免税额度，买地。宋姑娘要买60亩，是打算自己种还是出租？出租，少部分租金用粮食代替，其他给银子。这片土地原是富户的，佃户现成。宋姑娘若是看上，直接改契约。这片不是上等的水田，上好水田，主家根本没人出手。如今有水车新挖沟渠，收成不差，1亩7两，50亩350两。现在买，今年租金怎么算？预付租金主家已收，分成租佃，秋收后佃户直接交给你，粮税全是佃户交。我家不用交粮税，粮税部分直接交给我。这是自然，这是自然。2月卖了123辆轮椅，按契约分成，这是32辆。安阳府该买的都买了，有没有外省商人看中想进货的？南方商人想买300辆，但压价太狠，每辆只愿出1两5钱，利润少500文，运费人工200文，南方价格绝不止2两。售卖归你们，我建议再加150文，否则传出去以后不可能再比这高。行，回去我再找他谈谈。尝试联系其他南方商人主动推销，给他点紧迫感。周围百姓消费力不强，我的吃食就没人买。这条街挺好，周围没药铺医馆，这里有铺子卖吗？这条街商铺只租不卖，整条街都是李家的，李举人从来没松过口。李举人，他儿子是不是叫李子恩？女儿嫁给皇子的那个？没错，就是那个李家，他们不缺钱，出多少银子都没用。在下李天崇，是李子恩的亲爹，我们2家生意做过不少，面倒是第一次见。一次没见过都能一眼认出我，想来是特别不愿意在府城看到我。小儿年轻不懂事，还请见谅。建燕街正好有个铺子要卖，我带你去看。不了，这条街不符合要求，告辞。李举人都说要卖铺子，你怎么还拒绝？位置不合适，主家不合适，只有一间更不合适。与其防着被算计，最好避开圈套。瞧这瘦瘦小小竟然会武功，数次在山贼窝杀个7进7出，弟弟还是暗手，怪不得李举人对他态度不一般。2个铺子600两，小的做吃食，大的开药铺医馆。宋金钊会医术，开医馆？应该会吧。不过女人开医馆恐怕没人看病。开业送2件，招财摆件，态度好点，娶她当妾室的想法给我彻底打散。外舍同桥都绕着你走，等到了内舍丁夫人交，你得找个比他地位还高的先生拜师。曲意逢迎之辈本不值得结交，我想拜叶先生为师，他还没答应我。叶先生还在教你，你要是能拜他为师，他们绝不敢欺负你。老爷，休息一会儿吧。不行，还没到时间。你现在做的和师傅差不多，为何迟迟不肯答应收宋启明当弟子？这孩子走得太顺，我想磨磨性子，也不想让他认为是因为他姐姐治好我的腿才收他。可您收他当弟子，应该是有宋姑娘的原因吧？原先是有的，但只想多照应一些。后来是真的觉得宋启明有前途，康复漫长难熬，收个弟子培养一下也挺好，至少脑子不会僵住。等腿好了，您是不是又要回到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？是赵衙人吗？我是金运牙行介绍过来的。姑娘是要买奴仆还是卖奴仆？我想买2个仆人，1男1女，成年可以干活的。姑娘这边请，好好挑挑。这2个多少钱？男的10两，女的20两。女奴价格也就10两，你开20两。他识字会刺绣，卖这价都亏了。若觉得贵，可以再瞧瞧别的。2个快死的病秧油拖来干嘛？我可不收。女的2两银子，男的自卖自身1文，没要求个活路。这男的洗干净养好哨，能卖好价钱。是啊，阿姐，是半月崖被段山狼欺负的那个妇人，怎么被卖到这里了？她是怎么来的？身上的伤谁打的？谁来的？被婆家。伤是从猪圈里拖出来打的。官府悬赏我接的榜，山贼窝是我带衙役缴的，我买那2个，这个送我。我2两银子买的，姑娘多少得给点，别让我亏本。他杀过人，侮辱他的山贼头领被他砍成肉渣，刀还是我递的。这姑娘看起来才10几岁，怎么说起杀人感觉还挺享受。眼珠漂亮，阿豪想要，别动，这个不能要。看脉象还没过16，你几岁？14。喉咙烂了，会干什么？偷读过书？能挨打，命硬。买我以后这条命是你的，当牛做马。治好起码20两银子，还会落下残疾，喉咙也不能正常说话。不治了，2两银子，
2个病秧子一起带走。30两银子我买4个，要不然我找下一家。行，30就30。师姐，人是你想救的，名字你来取，他这身伤你来治。你是谁？哎，你终于醒了。人牙子已经把你卖给姑娘了，现在在主人家。买我的人叫什么名字？主家姓宋，姑娘说你杀过人，刀还是他递的。把盆放在架子上。多谢姑娘2次救命之恩。那日在山下手不是个狠果决，面对打你卖你的人就下不了手。我儿子脑子装坏了，3代单传，我不能反抗。还想回去吗？我不想回去，我做梦都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，没人敢欺负我。既如此，那便留下，取名清霜，把以前的张夏莲彻底扔掉。清霜愿誓死效忠姑娘，永不言叛。花轿就便到了，制作凉皮凉面和茶饮奶茶，还打算上卤货。老爷，是宋家传过来的，他过几日吃食铺子开张，可能试菜，还要开医馆。太医治不好的病他能治，还会赚钱，这样的女子世间找不出几个。先生，这是我阿姐新做的吃食，想着您可能会喜欢。极致的鲜美，不臭，比肉还好吃。启明，别出声，等我叫你再出去。你再快点就犯。我现在禁酒还差得远，至少需要1年才能走得跟正常人一样。御医诊断永远站不起来。哪位神医治的？是宋启明的姐姐，住在隔壁的宋姑娘。启明，出来见过你们院长。你倒是不客气，趁我不在，把今年的暗手抢走了。月底考核进内社，比朝阳楼的酱柳肉还好吃。学生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老师和院长所期。这是猪内脏，你不嫌弃？我看你吃的挺尽兴的。你从哪里买的？安阳府开了新铺子？启明送过来的。对，宋公子说还有，已经去端了。阿姐知道老师要留穆院长吃饭，特意让我端几个菜过来，说是过几天铺子里要上新，让老师和院长先尝尝味道。你阿姐有心了，这卤味格外入味好吃。以后若是想吃，随时告诉学生，我提前给您留好。你这个弟子收的真是一举3得，兼具学子子良医巧手3重长处。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落不到我头上？去把洞庭春色取来，这般佳肴必须配美酒。你可以看着我喝，我分2壶，留1壶给你。我说了不能喝。购置2进院需300-400两，3进院则更贵。手中虽有1000两，若买房，周转资金便所剩无几，不可动用老本，先开好铺子，赚取银两，再置办宅院。老师，请喝茶。年近50，终读懂恩师心境。今日引你拜师茶，正是收你为徒。谨记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博学慎思，笃行之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启明日后若身居高位，我需暗中培养可靠人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阿姐，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搭把手？有他们3人打理足矣。今日热闹，多半是冲着新开的卤味来的。少爷，他们家每样吃食饮品都比我们家便宜10文钱。宋今朝向来擅长薄利多销，如今涨价1倍，已然赚了不少。少爷，您先去一旁等候，我在这里排队置办。每样卤味都置办一些，我倒要尝尝他家卤味究竟有何独到之处。少爷，全都买齐了，您快尝尝。宋今朝究竟是从何处得来这么多新奇方子？偏偏每一样都美味至极，无可挑剔。少爷，不如我们先将开业贺礼送去。你先去买一杯冰镇5枚冰糖茶，等我吃完再过去。2位是看病还是抓药？不看病抓药，我找你姐姐。家父命我送来贺礼，祝生意兴隆。此前议论姑娘婚事，实属无心之失，还望海涵。李公子身为男子，随意议论女子私事，实属轻浮。日后谨言慎行，免得招惹是非。宋姑娘家卤味风味绝佳，不知是否有意开设分店？若周转不足，我李家可与姑娘合伙。新店初开，暂分店打算。日后若有规划，我家银两也足够周转。当朝2皇子英王殿下是我妹夫，你弟弟若与我李家携手，有英王照拂，定然识途坦荡。李公子好意心领了，另寻他人合作吧。既然姑娘无意，我不勉强。李家大门永远为你敞开，日后愿遇难处，随时登门。李公子客气了，寻常难处府衙便能解决，不必劳烦皇亲贵胄费心。哼，一个乡间农女，竟敢不把我放在眼里！
我早说过，此女绝非寻常闺阁女子，威逼利诱，难以让她妥协半分。那如今该如何？我们一心想要拉拢宋启明，总不能一无所获。宋启明得罪了严宝义，此人可是丁唯一的弟子，硬放过他。明日我拜访杨芳，再次陷入困境，让杨父子出手收徒，他自会感念恩情，为我们所用。爹，笼络学子等入仕太耗时，不如直接向京城输送银两，结交县城官员更快。糊涂！贿赂京官是私授受，提别学子是知人善葬，天差地别。若被鹰王收，我将彻底失去信任。我只是随口一想，又没真做。晚了，好好打理生意，权谋算计无需你插手。让我收宋启明为徒，正是他姐姐性子强硬，难以交涉，只能从他身上着手。他10岁开蒙，不到2年便中暗手，必成大器。正因如此，才有可辟解怨。我若收他，势必得罪严家，引着丁惟征不满。可他与杨峰送炭远胜锦上添花，危难时施以援手，他才会真心感见。杨兄，信我一次，明日我便去考察他的真才实学。若真如你所言是奇才，我便收他为弟子。切记，一定要在他身陷困境、无人救助的绝境之时出手，这般效果才是最好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自会见机行事。你还说等我铺子开张去捧场，我府里小厮连着3日都没买到卤肥肠，原来好吃的全留你这儿了。是宋家铺子生意太好，你家下人去得太晚，早已受尽。我听闻你弟子在书院处境微妙，处处受人对，你当真全然不管，也不考虑去上社担任讲师庇护于他。启明每日归来神色如常，我从未察觉异样，他究竟出了何事？院士第2的严宝义对宋启明夺联手封术极为不服，学子连的曾志宋清楚，丁惟梅是内舍无实长，待宋启明不过升入内舍归他管辖，处境只会更难。你身为书院院长，难道不能从中调和约束众人？只要他们不曾明目张胆违规犯错，我不好强行干预。严宝义已暗中鼓动外舍学子孤立他，升入内舍他将孤立无援。这般天资卓绝的好苗子，若不悉心栽培，为己所用，实在可惜。阿姐，这街巷没别家医馆，人流也多，为何无人愿意来我们这看病？医馆新开，百姓心存疑虑实属正常，行医志在长久，不必急于一时。阿姐，兰溪失明的是后天外伤所致，骨骼我能修复，唯独这眼睛，我全然无从下手。你为他诊治多日，可看清他的品性为人？你觉得他这双蓝眸好看？他忍耐力极强，性子偏冷。他瞳孔是淡蓝色，情鼻还像剔透的宝石。他是头部受创，淤血堵塞眼周经络，需内服汤药，外加下针，双法丰用修复。我劳诊法发秸秆治治，凡事皆有手次。你开药方，是真时我全程指导。姑娘可是要看病抓药？正是，我与阿姐皆是坐堂女医。姑娘身体不适，需要问诊吗？贵馆的坐堂医师是女大夫，并非我问诊。是我家中有人身体未曾同来，不知大夫每日都在馆中坐诊吗？4至之5时，未时之忧时，我每日都在馆坐诊。另有是何处不适？我友经期紊乱，推迟至1个半月一次，上月直接停经。我友尚未婚配，是清白姑娘。另有年方几何？可还有其他症状？是否心绪焦躁，夜半惊醒，身形发胖，脱发增多？脱发确实严重，往日安睡4个时辰，如今2个时辰便惊醒，身形丰蕊了些，可饮食与从前无差别。近半年时间，未曾寻其他郎中诊治过。女子经期病症难以对外人言说，故而一直拖延，需另有亲自前来，我当面问诊号脉，方能精准判断病因，对症开方。明日4时，我带劳烦大夫，届时不接待其他客人。里侧设有独立问诊隔间，私密性极佳。你明日尽管带友前来即可。如何？当真都是女大夫？底细可曾打探清楚？小姐放心，都是女大夫，是一对姐妹。宋家迁居安阳数月，在此并无根基人脉，医馆新开，客源稀少，夫人绝不会留意。可不知这女大夫医术如何，能不能尽快治好我的病状？小安心，大夫听闻症状已然心中的有数，距离婚期还有3月，定然来得及调理痊愈。姑娘请坐，伸手号脉即可。往日经期将至，小腹必会坠痛，自从紊乱后便再无痛感，是吗？正是。若非担忧影响日后子嗣，我甚至不愿调理。伸手我看，这些葱爪痘美都是近半年生出的吧？前胸后背是否也有？前胸后背都有，反复发作。我食欲正常，唯独经期紊乱，周身并无其他不适。平日里是不是格外偏爱甜神式糕点？不算多，每日不过2盘糕点而已。近来心绪如何？心绪郁结，提不起精神，事事乏味，时常莫名烦躁焦虑，并非疑难重症，无需忧心。我为你开几副调理汤药，按时服用，日常忌生冷，戒甜食，每日清晨适度走动，疏解心绪，切勿郁结憋闷，越压抑越难。多久可以脱当？经期能否恢复如常？会不会影响日后生育？你安心服药调理，2至3月便可明显改善。经期肤质都会逐步复恢复，经期稳定满半年前可称以前好调理隐患。今日问诊之时，还请大夫严格保密。另外，可否再一开一副调理脾胃的？若生此病，医者本分，病患隐私必然严守。姑娘放心。小姐，夫人院里的嬷嬷来过，让您回去立刻去正院。母亲，听闻巫医街新开美食店，想买卤菜给您尝尝。若非人太多，便先回了。还有3个月便是婚期，待在家里好好备嫁。这些小事让下人去做。大小姐心思深沉，整日变着法讨好老爷。夫人说服不了老爷，或许可从孟家入手。孟家3代单传，若大小姐不易生育，孟老夫人定不会同意，届时便可换2小姐。悄摸郎中，想个查不出来的办法，在她的吃食上动手脚，要快。老奴马上去办。距离书院月考还有3日，准备的如何？老师放心，学生此次一定能顺利进入内舍。书院同窗对我有些冷淡，不过外舍夫子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不曾刁过我。小麻烦学生可以自己处理。
近日在书院可有遇到什么麻烦？外舍课业太简单，出个难点的测评题考考他们。李天冲眼光毒辣，天才还真被他挑中了。今年正月怎么舍得送螃蟹？想必是夫人示好，不过螃蟹性凉，小姐别吃。悄悄去厨房打听，这2日的菜是谁叮嘱送的，别叫人瞧见。奴婢马上去打听。是夫人身边的吕嬷嬷吩咐的，说天气热，冰饮点心不能缺，水果也得冰镇。将计就计，就让他们以为我吃了。大小姐那边一切顺利，2个月起效果。就差一点点，我就能进内舍了。继续努力，下个月一定能进前10。等到了内舍有丁老师撑腰，他肯定会更针对你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见招拆招，绝不退一步。我就知道你行，这么快就变成我同窗了。你和丁夫子有过节吗？洛白哥，我和他没过节，今天第一次见面。不过他的弟子严宝义看我不顺眼，在外舍时几乎没人敢和我结交。这次升内舍，他考第几？第2名，我考第1。叶先生收我当弟子了，行败失礼敬茶那种。你是怎么打动叶大人的？人情加天赋，努力加坚持，缺一不可。才1个时辰就撑不住了。我撑得住，姑娘再来。阿姐，来病人了！大夫，你们这儿还有其他郎中吗？我们这里全是女大夫，治不治？治。别动，头现在是什么感觉？还晕不晕？有点晕，昏昏沉沉的。目光跟着动，能看清楚吗？能。把伤口清理出来。失血，你去看看。别动，很快就好。诊断没问题，方子你来开。连翘和牛拔子各加1钱，服用3日后再改药方。慢症拖成急症，需快刀斩乱麻。今天病人怎么忽然多起来？会不会还有？撞到石狮子，隔半个时辰才来。附近应有医馆，为何舍近求远？城内郎中都被请去孟府廖府了，只留药童，惠君堂也忙不过来。大娘，可是知府和同治大人的府邸？对，谁家能豪横请这么多郎中？好几个时辰都没回来。阿姐，你说他们怎么不请你上门看病？是看不起我们吗？我们刚来没名气，不请很正常。换个想法，幸好他们没请，否则今天这么多病人怎么办？阿姐说的对。长姐、二姐，你们怎么才回来？我好想你们。下午在家干什么啊？有没有睡午觉？和兰溪玩拍手，睡了好久。他手好了？我去看看。吊着绷带玩拍手，骨头别移位了。你脸怎么回事？不小心碰到柴火，划到了一点。你现在还不能乱动，安安分分待在家里养伤。等你伤好了，想怎么壮游就怎么壮游，不必急于一时。大晚上谁敲门？老夫人病情紧急，请宋大夫立刻随我过去。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叫大小姐。把马牵出来，看好小少爷，我和二小姐出去一趟。不用跟着，我先去医馆拿药箱，稍后便到。女大夫走投无路，什么人都找。家母腹痛不止，谁能治好，孟家必有重献。这里疼不疼？从上午一直这么疼，中间有减轻过吗？没有，就没轻过。腹痛开始后是否恶心呕吐？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？吐过2回，1年多前有过1次，开一样的药没效果。药方拿给我看看。宋郎中，你可有治疗的办法？是阑尾炎复发，属于急性的，就是肠子末端的器官堵塞感染发炎。怎么治？麻烦宋姑娘立刻开方子救命。普通汤药无用，要彻底根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阑尾切除。你们考虑考虑。切除阑尾是要开膛破肚后切掉病患？不是开膛破肚，只是在右腹划一刀这么长的口子，将阑尾割掉后，再用长线缝合伤口。这怎么行？开膛破肚哪里会有？从未听说过有人这样治病的。怕不是刀刺进去人就没了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怎能毁伤？就不能割连尾？老旧思想，岂能轻易让我动手术？若不及时割除，盲肠粘连会越来越严重，术后感染概率大增。
让刘大夫和古大夫进来，其他的给银子，让他们回去。这是啊，用刀刨开肚子，你医术哪儿学的？没见过这么离谱的办法。躺在床上的不是牲口，你这是拿人命开玩笑。身为医者，我绝不拿人命开玩笑。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，拿出你的方案。割开小腹血流不止怎么办？肠子上的线难道还要再开一刀拔出来？胃穿孔脓肿出血不大，银针可止血，缝合用羊肠线自属吸收，无需拆线。听他胡言乱语，这和杀人有何区别？我阿姐从未失手，你不行不代表她不行。汤药无用，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师父在寒山寺，若我去求，或有一线希望。木郎中能请下来？若我去求，应该会下山。阿姐，你是天下最好的大夫，他们迟早后悔，你一定能名扬四海。阿姐没不高兴，天下病人多，治病看缘分，不必强求。古仲恒的师傅真能治好他。快醒醒，大小姐回来了。回来了。阿姐，孟家人的病治好了吗？病症复杂，他们找别人治了，给了诊金让我们回。赶紧去睡，明天没精神。宋启明问题最多，真不知道按手和第一名怎么考的。重写，否则罚抄100遍。夫子不如去问学政考官，我也想知道怎么考来的。太自傲不努力会退步，要多请教同窗，不耻下问。夫子放心，下课我定拿着文章挨个请教，毕竟我可不想手废掉。以小见大，通篇亮点，按批注改，岂不成了裹脚布？宋启明，不把你赶出去，我以后怎么待？宋启明故意为难您，他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我已有对策，定将他赶出书院，再无翻身之日。若他在考核中抄袭作弊，便会被赶走。等我计划好，你只需配合。只要赶走他，我什么都做，彻底结仇了。丁维墨自己都要对付他，我要尽快收宋启明为徒。宋启明确是人才，不过最好再等等，下次刁难再出手，效果更好。人才难得，今日事后众夫子都看了那文章，不尽快下手，恐被抢先。丁维言一整天脸黑如锅底，没散学就溜了。下个月我去书院教书，先教内舍。以你才华教内舍，上舍没法交代，我不管，不让人欺负他我才去。只要你在，谁敢欺负你弟子？我回乡就想怎么来怎么来，不同意我就等上舍再去，明天就下帖敲打夫子。别啊，内舍就内舍，3个月就年考了。一辈子孤家寡人，这是把启明当儿子护啊。穆院长，穆院长，启明，我每派人去你家铺子买卤肥肠，5次有4次都跑空。要不是你师傅这里有，我吃上一口都难。近日阿姐已经在考虑扩充货源，过段时间可能会好些。下月我去书院教书，先内舍后上舍。师傅都知道了，我没错，却遭欺压，真想将他们暴打扔河里。师傅才学当副院长都绰绰有余。腿好后，我可能离开安阳，回京城找个答案。时间还长，届时你要相试了。师傅，我会考上的。那是当然，我叶良玉的弟子怎会考不上举人？再等下去，真怕熬不到古仲恒把穆老先生请过来。同样的病症遇到过7次，从未根治，而宋金金却提出了能完全根治的办法。可惜最后孟家人没答应。若是真能成功，这辈子也算值了。穆郎中，我母亲的病就拜托给您了。知府大人，老朽需要先看看孟老夫人的病症，才知道该如何治疗。病人年纪已过6旬，又是复发，拖了3天时间，情况已经非常糟糕的可能性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一次比一次难治。穆大夫，先让我母亲挨过这关，若再复发，那就再治。老朽立刻开方，若是能熬过今晚，尚有治愈的希望。我师父医术高明，这次肯定没问题。
穆老先生说，下次复发病情只会更严重，无法根治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孟老夫人能度过这一关，就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。你想这么多也没用。刘大夫、古大夫，我家老夫人肚子疼。哪里疼？肚子怎么个疼法？这一块都疼，我快要痛死了。恕老夫无能为力，太晚了。穆大夫，你再想想办法。要不试试宋大夫的办法？试一下，总好过等死强。什么办法？那个宋大夫要在右腹处开一刀，将阑尾切除，再将伤口缝合起来，就能彻底根治。那位女医师以前用过这样的治疗办法。宋金饶今年16岁，这么年轻。怎么又来？孟府的来找宋大夫去看病，不是说找别人治吗？怎么又半夜过来？估计是没治好。宋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母亲！你说的开刀割肠子，我愿意做。这就是古仲恒的师傅。已经穿孔，形成了脓肿，后续感染的概率也会非常高。意思是，现在不能割？必须得割，割了还有一线希望，不割就只能等死。决定权在大人，要不要做？割，无论做不做都会死，试一下又何妨？好，手术马上开始。诗雪，告诉他们要准备哪些东西，无关人员去外面等。宋大夫，能不能让我留下来旁观？只能站在旁边，少说话，多看，别干扰手术。宋大夫，能不能让老夫也留下旁观？你可以，你徒弟就算了，我真怕刚把病人右腹剖开，他就嚷嚷我杀人。阑尾发炎，大羽毛和阑尾粘连已经形成了炎性包块，给我15号手术刀。宋金钊的一举一动都是对我们多年医知识的冲击。粘连太严重，要尽量缩短手术时间。这里不要完全将伤口缝合，末端留一个口子，将桑皮纸塞进去用于引流。若是手术前没有穿孔形成脓肿，是不是就不需要引流？没错，所以阑尾炎一旦治疗后复发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切除，越早越好。脉象平稳，手术成功。怎么样？手术成功了吗？还是让宋大夫和大人说。阑尾已经切除，接下来3天才是重中之重，只要不感染，就算是成了。宋大夫，这是何物？这是你祖母的阑尾，把它烧掉，等100年之后一起放进棺材里，也算浑身上下所有器官一个不少。之前是在下失言，多谢宋大夫为我祖母考虑。老夫人大概半个时辰后会醒，3个时辰内进食进水，可以适量下床走动。宋姑娘能不能暂时留下，以防不测？像是从地狱爬回来的一样。疼，能不能不走？躺着没那么疼。不行，在房间里面来回一遍，躺着腹内容易粘连，会死。该死的宋大夫，宋大夫，我什么时候能好？只要能熬过接下来的3天，半个月后正常走动，1个月就彻底好了。确定以后不会再复发，忍着点，别紧张，2针就好。宋姑娘医术高超，本官为之前的不尽人道歉。这是枕巾，500两。宋大夫慢走。阿姐，你回来了！张姐，安好想你。宋大夫，我听说孟老夫人情况大好，是伤口没有感染，命保住了吗？宋大夫，我想拜你为师学习医术，求您收我为徒。惠明堂的刘大夫要拜宋大夫为师，拜师就不必了。你若是想学医术，可以拿几本我写的医书回去看。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光看医书，哪有手把手教来的效率高？求宋姑娘收我为徒。实不相瞒，老朽今日也是来拜师的。爷爷不够，太爷爷还差不多。穆老先生，您还是算了吧。做手术要求眼睛好，您现在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太行了。生不逢时，偏偏大了几10岁。师傅，要不我们拿几本医书回去看看？拜师我看就算了。这么好的机会不抓住，自己教出来的徒弟怎么就这么蠢？第一，我没时间；第2，你年纪实在是有些太大了。她是宋金钊的妹妹，也是她徒弟。
既然拜不了师傅，那就当师祖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医术自己非学不可。不是我和老谷治好的，是宋家医馆的宋大夫，那位天才女医师。刘大夫，你莫不是在开玩笑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后生可畏。老古董不能再小看人家了。阿昭姐治好了孟老夫人的病，是不是真的？没错，就是我阿姐。锦昭姐太厉害了，她若是男子，比你要厉害100倍。我阿姐若是男子，武能横扫千军，文能高中一甲。昨日让你做的事不要做了，宋家搭上了孟知府，难道就这么放过他？强行赶他出书院，只会让孟知府对我们不喜。倒霉的是你我。抛头露面钻医的女人，真是碍事。比整个安阳府大夫医术都好的天才，到底长啥样啊？阿姐说过2天开始给你治眼睛。我的眼睛能治好？这么漂亮的眼珠子看不见多可惜。不再是鹤鸣诀，仅仅是蓝心。我很欣赏你，收你当弟子，丁夫子便不敢为难你。多谢夫子，学生已有师傅，不能再拜。你拜师了？是书院里哪个父子？叶府的叶先生，叶良义。李兄，你眼光太好，害我翻跟头。他不愿拜师。谁？刚退下来的御史中丞叶良玉，有这靠山你拉拢不了了。帮我物色几个贫寒学子，多撒网，矮子里面拔高的。刘大夫，你这是干嘛？惠平堂生意不好，我给你当徒弟，留这里问诊怎样？看不看病等好一会儿了。看，一个个来。老夫人从早上就紧张，一直问疼不疼。不用涂麻药吗？从肉里抽线一定很疼。咬咬牙子，闭上眼，睁开就抽出来了，不是很疼。这伤口跟蜈蚣似的，有没有药膏能去疤？没有，涂什么都很难去掉。他说要拜我为师。刘大夫到这里坐诊，惠明堂呢？惠明堂少我没关系，若宋姑娘介意，我关了惠明堂。全都过来拜师吗？我们可塞不下。师雪，你愿收他当徒弟吗？哼，我收你，但没工钱，得干白工。10年20年理所应当，徒弟拜见师傅父祖。宋金钊答应收你为徒了？他没答应，但我拜了他徒弟，我是宋金钊的徒孙。12岁当师傅，16岁当师祖，传出去怎么笑话？别人能治好的病我治不好，我不甘心。我若不往前走，定死不瞑目。都这把年纪了，实在没必要。现在应该享福了。有你和仁义仁宗在，我放心。惠平堂就劳你多费心了。你2个儿子得喊小20岁的宋金臣叫曾祖叔了。60岁郎中拜12岁小姑娘，刘老爷莫不是疯了？这人怎么就这么执拗？有必要吗？曾师祖医术比师祖更好，他叫什么？是走方郎中，临死前收的阿姐，不知名字。靠近书院的宅子26座，买下立刻能住。先看靠近书院的，佣金可得少些。有叶良玉教导，不知能考什么样。第9名，我能进内舍了。第7名，我也留在内舍了。修母来我家吃饭。他无人教导，怎么会考第7？刚来就考第7，你们压迫感。上舍名额只有3个。严宝耀是蠢蛋，和宋启明不是一类人。拜师就是不一样，说父子都有人信。听启明说你考进内舍了，月考第9，差一点又要等1个月，接下来麻烦先生了。第9名不算踩线，这是你日夜苦读的收获。
叶公总算是来了，以您的才学，定会教上社吧？内社也不错。叶公暂时教内社。啊，这叫教内社，岂不是贬低？他来内社，势必压我一头。启明，你跟为师出来一下。按月考成绩重新做，从第1名开始选。定是叶先生要求换的，看见你坐最后，他就不高兴。有叶良玉教导，宋启明进上社铁板钉钉。哼，若非宋启明在内社，他怎会自讲身份？3个名额，你我宋启明抢2个，谁胜？各凭本事。为何不让叶老师来上社？他弟子在内社，是院士暗肘宋启明。哼，他考了第几名？第7。随便应付2句，现在没人敢得罪你。最重要是年底考试，不能让老师一直陪在内社。第7还这么卷，让我们怎么活啊？就这样让他压在我头上？压你的何止他，把心思花在读书上。严家的钱再多，我也不值得跟叶良玉作对。虽破，但地方大，足有200亩，想种什么都行。疏水性极差，这庄子以前能种出什么？后来干旱没收成，一空就是好几年。我看是颗粒无收，连粮税都交不上。1亩只要1两银子，200两您就拿下。太贵，我看就值100两，推倒重建都得花10几两，我出150两。房子不修就150两，这已是亏本。牙行的庄子，佣金是不是就不用给了？这是自然。姑娘又来买下人，有新货还识字。这次要卖身的难民越便宜越好。这20个，带走。放轻松，失血动手。生银杏配荷包，小姐，把证据给老爷吧。主动捅出去，爹会护着柳扶风。这圈套得让自己钻，非要毁我一辈子。夫人，事情成了，这是大小姐后院发现的药渣，明面上治肠胃，实际治月经紊乱不易有孕，药方还有偏差，根本治不好。寿宴上让她形似小产，不宜有孕瞒不住，孟家定会退婚。农场先买猪仔，再孵种蛋，开春种花生榨油。3日后老夫人65大寿，特意让我送帖子，您定要带家人来。孟府便邀达官贤贵，要结交他们，这可是好机会。孟府也给老师送了帖，他说要带你去。阿豪也要去，长姐带。寿宴人多顾不上你，好好待在家里。刚才好像看见了，现在又看不见了。有风吹得眼睛凉，说明复光快了，别再被光刺激。4天一次改成7天一次，明天就改药方。这是夫人让吕嬷嬷送来的衣裳，这件怎么办？沾上墨汁穿不了，我自然得换。孟姨送的裙子再合适不过，怎穿了这身？我送的裙子呢？打翻砚台溅了墨汁，这裙子是孟姨送的，更显亲近。我说的宋大夫来了，那真缝衣服似的。祝老夫人金萱永茂，瓷竹长春。
不知宋姑娘可曾及笄？你医术真的很好吗？我想请你给我母亲看病。令强身患合并，6个月男婴没了，郎中说他再也无法生育，一共怀过几次？12次。叶公能赏脸，孟府蓬荜生辉。老夫就收启明一个弟子，他天分又努力，我实在喜欢。阿姐，我想去茅房。他们在往碗里下东西。局中局，有好戏看了。柳夫人，郭小姐下面流了好多血。2个月没来，怎么偏在这个时候？可我听说易遥已经2个月没来阅信了。郭大小姐不会是小产了吧？不过是月经不调，一直在府里备嫁，怎么可能怀孕？郭家女儿绝不败坏家风，若不信，可随我查看。婢女说你来阅信，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来阅信，谁说我来阅信的？不是来阅信，难道是流产了？母亲慎言，事关清誉，怎能污蔑我有身孕？我没来阅肾，也没小产，是花瓶碎片割的。这么大口子，梦姨这就请郎中。伤口深别留疤，赶紧请郎中瞧瞧。宋大夫就在府里，请他过来一趟。好戏开场了，伤口不深，涂几天药膏就能好，不会留疤。易遥月信紊乱，请宋大夫把脉看看是不是有问题。郭大小姐很健康，紊乱是紧张所致，休息就好。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诊错了？我不会诊错，怎么感觉柳夫人很失望？您希望她有病？说笑了，我当然希望她无恙。血！郭二小姐流血了！娘，我肚子疼，快把舒儿扶到床上。宋大夫，麻烦您再给看看。强行催经伤气血，她是吃了东西导致来月信，甚至可能导致结晶。肉宴上怎会有这种东西？给我查！就是这碗汤，有红花牛膝桃仁，幸好没血崩。敢在孟家下毒，必须把人找出来！只有这碗下了药，肯定是故意的。大人冤枉啊！大人冤枉啊！汤羹可离过你的眼？奴婢中途上了茅房，汤离了眼。死无对证。但凡搜出可疑药料，速速回禀。夫人冤枉，这不是奴婢所有，是栽赃陷害。只有银子是吕嬷嬷给的，下药全是她指使。大胆贱婢，无端攀扯主母！目标本是郭一苗，毁他名声，好让郭一书顶替婚约。不可能，母亲绝不会算计我。别怕，有梦姨在，没人能欺辱你。若有意下药，郎中诊脉就能拆穿，怎会轻易换婚？你早查清他难孕，借小产坐实不育，全是吕嬷嬷告诉我的。孟福川，把云桥吕嬷嬷收押大牢，择日细审。老夫人托问，郭大小姐当真不爱生育吗？老夫人放心，她体魄康健，生育无忧。幕后主使定是柳扶风，吕嬷嬷是替死鬼。日日投喂相克之时，筹划换亲，寻常下人怎敢？那碗被换掉的汤药，
又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是他自己调换的羹汤？家母对小产心存抵触，问诊若失礼，望多包容。抓紧做当，我出去稳住马匹。宋姑娘马术超重，往后可否教我骑马？医馆繁忙，琐事缠身，实在抽不出空闲。啊，许是容貌出众，引人侧目，下次戴围帽便是。想跑？宋姑娘有何事？你怎么知道我姓宋？王忠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苏姨娘让奴才来买烤乳鸽，刚坐下，宋大夫就来了。为何不去皓月楼？姨娘差遣护卫，这料府不简单。苏姨娘有子嗣吗？我大哥就是他生的，阿娘一直希望我不是男孩。他也有过小产，怀过3次都流了。郎君说是伤到了身体，事可办成了。他警惕性太强，马失精也没伤到，花盆差点被发现。人现在在哪儿？废物！母亲听不得声音，不想见人，下人变成了这样。压抑成这样，不生病也要被憋死。脉象极弱，已是油尽灯枯。之前郎中开的药是不是都没吃？我要检查下体，哪里疼告诉我。你能让我顺利生下孩子？连死都不怕，还怕我看？不检查怎么知道有没有救？希婉，你出去。出血发黑，异味极重，胎盘残留体内。小产12次，根本不适合怀孕。夫人的病肯定能治好。快去请郎中，里面就有大夫，等他看完就能给红桃看。还真是不消停，胎盘没排干净会感染发炎，以后别用促孕方子，怀上也生不下来。你的意思是我还能生育？蔷薇香混着麝香，昨晚用过。宋姑娘，我母亲病情如何？拖得太久，先保住命再说。伤口很深，先抬进去。母亲饿了，她的不孕之症能治好吗？你想要一个弟弟，相差20岁的弟弟撑腰，别变成伏地魔就行。文妹妹，想必这位就是宋大夫。这副短命相，气息太弱了。把外面衣服脱掉，只留里衣。心脉发育不全，恕我无能为力。你们在干嘛？我想让宋大夫帮我看看身子。突然换大夫，怕你不适应。宋大夫可有办法？廖公子病态罕见，在下力有不拨。
嬷嬷，你说宋今朝诊出来了吗？我怕婷知道真相会恨我。小姐放心，这么多年了，诊一次脉发现不了，少爷永远不会知道。派人盯着春水院，孔婉如可以活着，但绝不能再有孩子。我有廷亨一个就够了，王忠对付不了他，别抱。心病难医，想不通永远救不了。只要不生孩子，配合治病活到60没问题。梅子素终究不是长久计。廖小姐不是廖夫人生的吗？怎么缝的比8岁还差，都外8字了。这好多屎！都说脏别来非要跟，以后想去医馆叫兰溪带你去。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。贵客临门，姑娘要买鸡鸭还是猪羊？听闻杨爷货最多，200只猪仔，50头幼羊，10头耕牛。500母鸡，500母鸭，5000蛋，还得7日内下的。数量太多，3天凑不齐，至少得7天。刚才还吹牛3日必到，这就不行了。6日怎么样？我再让1分利。让2成利，先付3成定金，5日后送货。姑娘就不算算？已经算过了，没问题。这是什么算术方法？怎么会这么快？你不该拄拐去寿宴，京城那帮人若不放过你怎么办？刺客未落网，这仇我要自己报，以身为饵。我就怕他们不来第2次。真死了，连个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，你这辈子就做了收徒这一件对事儿。放心，启明还没中进士，我不会这么快死。马上安排人送出去。说凉了，估计是有人在想你，上舍天天惦记你考进去，带叶湘润过去。距离年考还有1月多，我会努力的。就没见过去会住这么好的地方，养鸡鸭都这么讲究。我家小姐说了，卫生重要，太脏容易生病。养这么多自家铺子都不够用？药都是按你方子抓的，丫鬟是母亲陪嫁，绝没动手脚。是检查有没有都动手脚。怀孕12次，流产12次，说是意外，傻子都不信。查过许多次，郎中都说身体没恢复好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？我只是心有疑虑，廖家内宅阴私，我一个外人不方便插手。如果真是被人算计，会不会是苏姨娘？府里就这么几个人，该查早查了，或许是报应。就因为我是女孩，所以他没那么喜欢我。今天怎么比平日早了半个时辰？老师说天冷，晚上不必过去，散学后讨论半个时辰即可。庄子上缺个主事的管家，得尽快找一个。这种人稀缺，您降低点要求，刚才那俩就不错。像刚才那样的家里有，用不着买。我要能主事的人。哎，这得看运气啊。孟家送来的，请阿姐参加孟少爷和郭小姐婚宴。备份礼让清霜送去，家里忙喜宴就不去了。我也不太想去，无聊还危险。我叫徐高，张夏莲是我阿娘，现在叫清霜。你脑子好了，想把你阿娘带回去？求你好好照顾阿娘，等我有钱了，一定来接她。别告诉阿娘我来过，她知道会难过的。来日总有见面之日，现在的她还护不住人。连续大半月没出问题，盯着便是。宋今朝每日来针灸换药，怕被他发现。宋今朝过年可能回老家，到时候来问诊的是刘郎中，换药时机最好。历年书院腊月初放假，
1个半月他的病好不了，没1、2年停不了药，时机极佳。去打听江湖杀手，等宋今朝离府后灭口，一个不留。小人一定板盾一击必中。只要杀掉他，一切都值。还有半个月年考，3个名额，宋启明绝对能进。他越不过我3个，我绝对在。一切都怪他。冬季大棚种植终于搞出来了，年前可采收第1批，想吃嫩的10日后就能掐，稍微长大再摘压秤，价格不能低于这个数。没了他的手指。你们是谁？有毒！谁派你们来的？1队多，先撤！别让他跑了！刚才那个是宋启明吧？快追！小心！年纪小的站最后！你完蛋前我们不会走，3个全废了。别打我脸！你打不过，快跑去找我阿姐，请人向宋府。有没有人？快开门！宋启明被人围着打，快让他进去救他！我去叫大小姐。就这么提上来了，前面第2个巷子右转。人肯定被抓走了。是这个方向。有没有看到2个读书人跑进来？没瞧见，几位爷这是找人？老鸨，这是新来的姑娘？这是京城买来的花魁，3日后的书录里才能见。今日这头一夜归我！把这群不讲规矩的人赶出去！老大，人在这儿！快跑！阿姐，阿姐没事，回去包扎就好。
几位若无事，可将人带走，还要做生意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动刀欲废我手指，我怀疑是书院中人，必须严惩，不然命都没了。今晚定能撬开他们的嘴。有人欺负，为何不告诉我？我也没想到颜宝玉敢这么做。姐，宋姑娘，报信的胡枫叶在哪儿？不能喊妹妹，得叫宋姑娘。这马不听我的，人救到了没？没事就好，真怕出大事。轻点行不行？痛死了！轻点没用，很快就好。我不会也这样吧？这么烫，怎么端过来的？宋家连下人都会武功。今日多谢仗义附助，没齿难忘。好，同窗举手之劳，算不得什么。论身手跟你比差远了。长姐当家，宋家真不简单。11对3没打过，就这样还敢干这行？宋启明防卫过当，大人做主。蒙面持刀还说没想闹出人命，骗鬼呢！殴打秀才罪加一等，还想让本官做主？生意是老大接的，没见过买凶人。说，是谁指使的呢？不说就接着唠。什么？启明被人打了？老爷别急，没伤到筋骨。孟知府亲自接案，很快能抓到主使。你去府衙盯着，看是不是京城派来的人。属下这就去。颜宝义是家中独子，傲慢势利，看不起穷人。丁维墨又是什么来头？买官出身，学生中有2个进士在江南，碰不到北边。严父年前必回，府衙那边嘴很紧。你们打架了？路上有人想废我手，他们是为救我才挨的打。还好手没事，不然叶先生可就留不住了。到底是不是你？11个打手，一晚都没开口。审了一宿没回家，您下午再来吧。哼，钱财不过鬼门关，难道还有软肋？领头老大嘴硬得很，重刑下1个字没吐。宋姑娘怎么来了？杀手不肯吐露买凶者，我有办法让他开口。重刑都未曾开口，你有何办法？我能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给他灌下去。贱人，我迟早杀了你！滚出来！宋姑娘，这蜈蚣有毒吗？微毒不致命。只要把蜈蚣拿出来，我什么都说。不急，再等2刻钟，等他快绝望时再审。是颜宝佑，500两银子废掉宋启明的手。果然和启明猜的一样。什么时候找的你？银票在哪儿？3日前傍晚，银票在红云客栈地板隔层，他带了个老鼠眼书童。大人，人证有了，可以抓人了吗？
去书院把严宝义和书奴带回来，另外去客栈拿银票查钱庄。严宝义涉嫌买凶伤人，抓捕归案。丁为专。或许有误会，今日年考，可否考完再传唤？哼，知府大人之命，不可违抗。你是严宝义的书童？不是，我不是。还剩2刻钟，没写完的抓紧。果然是你！停笔，卷子留桌上，都出去。严秀才涉嫌买凶伤人，奉命拿你归案。严宝义状态不对，到现在都没出来。我看见衙役带走他书童，8成是他派的打手。嫉妒心这么重，买凶伤人也敢干，哼！恐怕这次丁树子也没想保他。安静！下午考试开始。严宝义革除功名，流放3000里。哼，罪有应得。严丰年回来，恐怕不会放过令弟。哼，就怕到那时，他已顾不上他儿子。明日启程回老家，铺子医馆还请老师多照看。有为师在，没人敢欺负宋家。你阿姐教你武功是对的，将来入朝为官，阴谋算计更狠，好好练武保收。他怎会来安阳府？生意上的事拿不准，商量着办，解决不了找叶先生。想找死不成？再快点儿！天亮前必须进城！快躲开！锦州姐，快跑！撞上来了！哼，严宝义他爹，袁家路窄。弄坏我家马车，还差点摔死我！你想害命不成？驾车不看路，还倒打一耙，活该刚才摔死你。没用的东西，回去非发卖不可！老爷饶命！100两，你的马车我买了，不卖。200两，把你的马车卖给我。我只是驾车的，马车不是我的。惹我阿姐不高兴，2万两都不卖。拨下来给我，你骑马载我。
客官，后院有马圈，我给您带路。要2间上等房。严家商队今日过夜，老爷连夜赶路走了，只剩2间。羊肉豆腐锅、肉末蒸蛋送房间。28到。严家老爷走了，正合我意。严府是严宝一家吗？他家做布料生意的。山道遇到的主仆，8成是他亲爹。他爹能让孟知府改判吗？判决以下，有老师盯着，没人能救他。布料易燃，火从里烧，茶壶对正。大人，求您饶犬子一命，别流放。20万两，雇凶伤人动刀子，捐再多的银钱，本官也不能答应。若受害者不报官，犬子是不是就没事儿？学政已贵出功名，此案再无回转余地。叶儿救不了了。急火攻心又受风寒，先降高热。大夫，快治好老爷，我儿子还在牢里啊！老爷，叶儿明日一早就要被流放了。 20万两都不松口，救不了了。你有没有闻到烧焦味儿？着火了！是天火！老天爷降罪！10万两银子，怎么救？天火太快，只救下这点残部。10万两没了。冬天野外过夜太冷，要是有客栈就好了。熬过今晚就不用睡外面了。小心烧成烤猪蹄。要吃豆蹄花，长身体。启明，失血，拿剑。启明，有危险，你先去马车躲着。待在车里别动，保护好安好。5000两银子的买卖，果然有点本事。 5000两买我一家命，我出5000两，帮我杀雇主。哼，索命门从不毁约，杀完你们，我再去杀买主，2笔生意都接。3对5，人数不占优。看来这门生意是谈不成了。阿姐一定是发现了什么，否则不会提出给他们5000两银子了事。我的小祖宗，你胆子怎么和你长姐一样大？
黄泉步翻转，凌云枪尖如寒星划破黑暗，精准借势猛力上挑。小姑娘怒气挺大。可不能看，吓到你晚上做噩梦，你哥姐得撕了我。有过一次经验的宋启明眼神相对坚决，现在这个情况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记住，遇到男人打你，抬腿使出全身的力气攻击对方最脆弱的地方。别看，以后他再也不担心宋启明在书院被人欺负了，总觉得也是个厉害角色。原以为这次任务加贵获轻，没想到碰到了硬茬子。这个女人力气怎么这么大？我们去帮阿姐。宋今朝带着晚风，以银色闪电般控住宋启明。宋启莲，金色残影。在黄泉鬼拒绝他的提议后，这5个人就没必要再活着离开。不错，1年多没白练，记住现在的感觉，以后我不在也是一样。阿姐，此处距离开康城还有1日路程，要出人命，我们得先报官。组织出身一般都无父无母，就算丢了命，也无人会报官。只是索命门收钱接了刺杀任务，恐怕还有下一波。还以为5000两银子全在身上，搞半天就200多两。不在这里过夜，马上去开康。启明，你抱你弟弟，我来驾车。今天晚上你待在里面，我来。主子有令，叶府所有下人一个不留。等的就是你们！昨日伪装这成摊贩的随从发现有人踩点，布下天罗地网等对手自投罗网。中计了！这个问题该我问你，谁派你来的？你们是惊雷队的人！留下能说话的，用绳子将人绑起来押进柴房，势必问出幕后线索。是。秘药藏在嘴里，眨眼间人就没气儿了，根本没办法救。这些人全是不顾性命的精锐部下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秦将军。小事一桩，叶大人是阿爹的朋友，那便是小侄的长辈。别说2个月，就是守上1年半载，也是应该的。该说他脸皮厚还是情商高？搭线不过3个月，称呼长辈，他们还真是看起我。针对之心何其坚决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来者何人？有何渊源？小人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，这是歹徒留下的特殊图腾标记。案件本官已经全然知晓，查到幕后之人，本官自会派人前去告知。退堂！连我们住的地方都没问，怎么告知？他们就没打算认真查，不过是推诿拖延之词罢了。江湖与朝堂之间的界限，不是每个官员都敢打破。他们还没回来，怎么样？开康县令怎么说？县令没打算查，接下案子就把我们给推出来了。我才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担心以后怎么办。要是他们趁今朝姐不在的时候朝你们采取行动，那不就麻烦了？再加3倍，全力苦练。店铺已经布置妥当，第1批菜什么时候可以采摘？3日后，按照大小姐的吩咐，正好赶上小年。还没看见人，我刚才去村长家问，他们也说就这2天，估计快回来了。下雪路上不好行，晚2天也正常。有今朝在，阿爹你就放心吧。阿爹阿娘，我回来了！瘦了，个子长高不少，都快赶上你阿爹了。没有变瘦，是变精壮了。几个月不见，启明长得愈发一表人才，仪表堂堂了。你阿姐呢？正好饭点儿，今天就留在我们家吃饭。不用，我们在城里买好了，阿姐还在外面等我，我改天再过来。村里唯2都长成大姑娘了，这次多谢你带我家高丽回来，明天可得来阿我家吃饭。瞧这马车，比村里富巨户赵老爷家的还要。高丽阿婆，阿姐，到家后我们就去见阿爹阿娘好不好？我想他们了。到家就去，我们先进城买点祭祀物品。阿爷。
瞧着整整齐齐的姐弟4口，宋老爹一颗心都要软化了。知道你们要回来，前天我带着你大伯娘、二伯婆前后后打扫了3遍，让你们一回来就能住。厨房里的粮食是今年刚收的新米，柴房里还有批好的，明天让一婆杀只鸡送过来。启明，过完年2月药组就要参加县试，你在家可得多指点指点他。郑秀才说了，这次용年和药组参加县试就是去体验体验，主要还是后年。药组机灵，启明指点半个月，说不定就过了呢。既想着天上掉馅饼，科举要是这么容易，同城老爷还不遍地不是？启明好不容易回家，得多休息，使唤人。回来第1天你就找事儿，小心爹发火。你们先休息，等大郎和2郎媳妇做好饭，阿爷过来叫你们。这个时候还有谁会去山上？脑子里冒出的猜测令他心口泛起一股酸涩。今朝，阿爷去看你阿爹阿娘也不告诉我，早知道刚才我就不走了。一晃2年多，安好也是长大了。刚出生的时候和永时还有点像，不像，安好长得比他好看。小年纪还臭美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长姐和二姐长得都好看，我当然也不差。大哥呢，也就比我差一丢丢吧。安好说话这么溜，一点都不像才2岁，脑子转得快，既机灵又聪明。你刚出生的时候瘦瘦小小，还没永时1半大，我和长姐大哥都不敢抱你，哪像现在每天吃那么多，我都快抱不动了。阿婆，中午不用做我们几个的饭，家里已经收拾的差不多，中午我们自己做。今朝年的婚事你我插不了手了，以他的条件，起码你他们得是个秀才老爷才配问得上。他们以后肯定不会住在村里，要我说，今朝最好能嫁到省府。他们在安阳府一个长辈亲戚都没有，总不能让今朝自己找媒婆相看。要改天我找启明问问，过完年他13岁也该懂事了。安阳书院里全是秀才老爷，挑几个好的撮合撮合，等以后考上这张官请几个，那才是飞上枝头。只让他撮合2人见面，决定权还是在今朝自己手里。我相信他的眼光。能回来就好，这么好的料子穿在我这个老太婆身上，多浪费。衣服穿在人身上，谢谢今朝姐。今朝姐，今朝这衣服我好像穿不上，你怎么不买布料？这是给来弟和盼弟买的，大伯家也只有永年跟巧娘有。二伯母想要新衣裳，可以让二伯给你买。女娃有衣服穿就不错了，买什么新衣裳？穿了也是浪费。你不也是女的？既然穿了浪费，二伯舍怎么不光着身去外面转悠？新衣裳是特意买给你们的，过年记得穿上。谢谢今朝姐，我和妹妹很喜欢。二伯，你去年就没给我压岁钱，今年可别忘了。你点到为止，杀气不足，还是得多来点实战才行。不用杀鸡，我就想带启明和诗远去山上试试身手，不真刀真枪没意思。我在书院真的过得挺好，启明3天2头给我带他家的卤味，还时不时叫我去他家吃饭。我就是想吃阿娘做的饭。启明一家在府城很照顾你。今朝姐在府城开了一家卖卤味和饮料的铺子，一个卖吃食，一个开医馆。现在整个安阳府都知道他医术最好，都称他为神医。他家还买了仆人，还买了庄子。这么冷的天去山上干嘛？前几天我还听见狼叫声，可不能去。不用杀鸡，我就想带启明和诗雪去山上试试身手。除了鲜冷的白雪味，就是枯草的土腥味，其他什么都不闻到。存的还挺多，这东西体积小，速度快，费劲抓到也没几两肉，不划算。应该是狼脚印，狼脚印至少比这个要大2、3倍，而且脚印只有1串。狼是群居动物，不会是狼。细致的观察力，极强的警觉术，这个世界远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危险。是狐狸的粪便。哎呀，不错，知道提前预判猎物前进方向，比你哥好。漏网之鱼，有只兔子跑了。啊，应该是，看颜色有点像。肯定还在附近，把它找出来。我要一只没有伤口的活狍子。活捉一只如此灵敏又兼具力量的猎物，考验的不仅是兄妹2人身体的灵活度，还有力气和默契程度。诗雪，快点！做得不错，反应速度很快。不是狐狸，体型很大，在靠近。冬天黑熊不是要休眠吗？怎么会现在出现？恶卢熊比正常状态下的黑熊还要危险。你们2个上，今天晚上能不能吃蒸红熊，就靠你们了。今日上山要的就是穷凶极恶的野兽，野狼没遇到，黑熊也行。
这么重，你一个小姑娘怎么拖得动？松手，我来。谢谢栓柱叔，我自己能拖得动。你哥哥姐姐呢？这么多肉我们也吃不完，要拖到城里的酒楼卖掉吗？把皮剥了，留下2只狍子，其他都卖给村里人。狐狸肉15文钱一斤，狍子肉25文一斤，沟熊肉35文一斤。你确定这是宋家的下人发的？这不是骗人吗？劳驾问一句，旁边蔬菜店明日上午什么时候开门？自家的商业机密，李少爷你会告诉别人吗？绑好蔬菜的不能拆，只能一捆一捆的卖。怎么这么贵？我们东家为了在冬天把菜种出来，花了不少心思，这已经是在亏本卖了。